凝聚意志，保卫领袖。这8个字我研究了15年呢，从复兴社到现在。您研究出什么结果了？结果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性最低层的需求是生存与繁衍，这种利己本能促使个体优先争夺资源。例如，婴儿通过哭闹索取需求，本质是无视他人利益的利己行为。当个体利益行为不受约束时，将导致社会冲突，如资源抢夺、欺诈。人人都自私，所以人人都无法自私，制约便诞生了。各种规则的诞生，正是遏制此类过度利己。规则将个体利己导向群体利益，例如税收制度强制财富再分配，缓解贫富矛盾；契约精神保障交易公平，降低合作风险。人性利己性和规则约束力二者动态博弈中，社会往前发展，人类文明生生不息。尼采说过，规则是防止混乱的锁链，而非自由的枷锁。如果规则不能服务于人，而变成了单方面束缚他人的工具，那么规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党和人民就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。1971年，心理学家菲利普·金巴多设计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。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被分为狱警和囚犯，在地下室模拟监狱生活。结果仅仅6天，实验就被迫终止。原因是狱警迅速变得暴力、冷血，甚至施虐，而囚犯则变得服从、麻木、精神崩溃。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，不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快速扭曲人性。荀子说，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为也。人类的理性、道德、规则往往只是压抑内心冲动的工具，而这种压抑的利己本能需要释放的出口。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、小说和游戏选择让反派或灰色人物成为主角，这并非偶然。帮我找老莫，告诉他我想治愈了，明白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啊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Broken piece of plate. Mr. Man who doesn'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. I'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't refuse. 而为什么这些恶人能够成为偶像，受人追捧呢？因为这些反派角色往往就是本我的化身。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性结构分为3层：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本我代表原始欲望，如攻击性、占有欲、性冲动；自我是现实中的自我调节者，超我则是道德与良知的代言人。反派们不顾规则，突破伦理，满足本能的种种行为，使我们沉迷其中，是因为他们替我们释放了我们不敢释放的冲动。在无法释放情绪与欲望的现实中，人们倾向于通过替代途径进行宣泄，以避免心理崩溃。反派主角正是这种替代性满足的最佳容器。在高度压抑的社会中，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被支配的对象。房价高，时间少，情绪难控，生活被困。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精神资源稀缺的时代，暴力执法冲突频频，银行内部监守自盗，财产损失却要持卡人承担，房产已然烂尾数年，依然要承担房贷压力，就连扶老太太过马路都需要巨大勇气。技术飞跃，经济发展，但内心却越来越孤独、麻木和不安。乔治·奥威尔曾说，在一个腐败的社会，守规则的人才是罪人。当制度无法保证公义，当规则开始维护特权，个体就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。我想犯错误，再这么骗下去，是在骗自己呀。反派主角流行的本质是人性复杂度的文化彰显，这是我们对冲动的安全释放，也是对僵化道德体系的柔性反抗，更是现代社会个体焦虑的集体艺术化表达。这类作品的火爆揭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与自我救赎的渴望。柏拉图说，人类仿佛生活在一个洞穴中，只看得见墙上的影子，却以为那是世界的全部。而也许我们必须勇敢地走出洞穴，去寻找更高维度的真理与正义。不是因为世界本身美好，而是因为生活并不美好，因此美好值得期待。谢谢。